俄军伤亡高达 98%， 乌1个月摧毁58套俄防空系统。欧尔班突访乌克兰，荷兰 F-16不受限制，美国追加32亿对乌军援，支奴干2交付。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在阿夫迪夫卡西部似乎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一直在维持进攻态势。然而目前的俄乌战场就是谁进攻谁吃亏啊，而俄罗斯一直保持进攻，其代价自然也是相当昂贵。7月1号，乌克兰俘获了4名参与进攻的俄军士兵，他们在镜头前控诉俄军高层的无能以及对底层士兵的欺骗。这些俘虏声称俄军指挥官以吃肉为诱饵，结果他们遭到了乌军155毫米火炮的打击，被围困在了一个森林中的植物园里，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下他们活着。这4个人隶属于俄罗斯中央军区第2近卫集团军第506团2营的突击队。大兵之前介绍过，突击队是俄军中最危险的职业了，任务就是顶着乌军的火炮发起冲锋，死伤率极高，因此其中大多数都是囚犯或者是不受指挥官喜欢的人。而视频中几名俄军呢，不仅目光呆滞，还会被所谓吃肉这种诱饵骗到阿夫迪夫卡前线，实在是令人可悲可叹呢。而由这些士兵组成的冲锋队又能取得多少战果呢？恐怕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消耗乌军的无人机和炮弹吧。除此之外，他们还透露，俄军第2特种作战营350人入场，结果只有4人撤出战斗，这伤亡率高达 98% 呀！可见，随着新一轮北约武器的抵达，俄军的伤亡人数开始水涨船高。去年的僵持期，俄军1个月的死伤可能也就不到300人。而俄军开启了所谓的大规模攻势后，大量的俄罗斯普通人不得不陷入前有无人机后有督战队的地狱中。看到这一幕，大兵不禁会想起200年前第1次世界大战前夕，每个人都在庆祝战争的爆发，他们以为自己不会害怕死亡，只要登上战场就能收获荣耀。然而真正迎接他们的是由大炮、毒气和火焰组成的人间地狱。现在在俄罗斯媒体的宣传之下，俄乌战争在俄罗斯国内被打上了卫国战争的旗号。即便这场卫国战争发生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但依旧吸引了大量无知的人，渴望通过战争获得金钱和地位。比如7月2号，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宣布，将提名342名乌克兰战争老兵作为2024年9月俄罗斯地区选举的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统一俄罗斯党指出，这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24年4月宣布的英雄时代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培训乌克兰战争的退伍军人在俄罗斯政府中担任职务，以此激励俄罗斯人在这场战争中奋勇作战。然而这些幸运儿呢，只是50万参与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士兵的极少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和200年前一样，在泥泞的战壕里同更先进的大炮、导弹和无人机作战。所以无论这场战争结果如何，获胜者绝对不会是普通的大多数的俄罗斯底层人民。乌克兰自从拿到了 ATACMS 导弹后，就开始对克里米亚进行狂轰滥炸，尤其是专注于用集束弹头清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乌克兰陆军司令骄傲地宣布，在整个6月，他们成功摧毁了58套俄罗斯防空系统，包括 S-300、S-400、S-500、铠甲等等。在风景秀丽的克里米亚，从5月中旬到现在，至少有15套防空系统被轰成了渣，为克里米亚的环境净化又做出了一份贡献。俄罗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把还在实验室里的 S-500， 甚至是千岛群岛上的 S-300 都紧急调派到了克里米亚，修补千疮百孔的防空网，以及把 Toro M2KM 防空系统搬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海滩上。后面的事情呢，大家都知道了。俄防空系统拦截失败，却把锅甩到了乌克兰和美国身上，却忘记了克里米亚本就处于战区。但俄罗斯政府为了证明自己对该地区仍旧有掌控力以及平衡战争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却一直去鼓励俄罗斯人到克里米亚旅游。早在去年这个时间，路透社就报道过，由于战争影响，约2到3万人是逃离了克里米亚，导致当地旅游业收入降低了 20%。因此俄政府只得大力发展地面交通，让俄罗斯人乘坐5个小时的火车后到克里米亚享受真实的战场。正因如此，之前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才说，乌克兰现在无需摧毁科赤大桥了，
因为只要大桥还在，俄罗斯就会源源不断地送防空系统到克里米亚，而乌克兰就能围点打援，把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一口口吃掉。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莱滕丘克在7月3号的电视直播中幽默地表示，俄罗斯占领者试图建造另一个围栏来保护克里米亚大桥和附近的轮渡点，但是没用，因为他们无法封锁刻赤海峡。他讽刺地说，只要乌克兰想摧毁它，就没有什么能100%保护住它，即便他们向神祈祷也没有用。他进一步解释道，克里米亚大桥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的俄罗斯军事集团提供后勤支持，是一个合法的军事目标。虽然其中夹杂着一些民用运输，但俄罗斯人不该混淆两者。最后，他坚定地表示，俄罗斯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半岛的支持，但乌克兰会把他们的所有努力彻底摧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7月3号，俄罗斯军队继续对西维尔斯克发动地面攻击，但就像是在打地鼠游戏一样，没什么进展。一位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著名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俄军正在突破乌克兰的防御，并在斯皮尔内附近的防风林中是站稳了脚。然而，俄乌双方的消息都显示，7月3号交战仍在继续，说明俄军占领防风林的消息真实性存疑。而在恰西夫亚尔的最东端，俄军取得了一些进展。一名在恰城最东端 K 区作战的乌克兰营长在电报群中称，俄军目前已经完全控制了 K 区。这条消息并不意外，因为2周之前俄军就已经控制了 K 区的绝大多数区域了。而这名乌军营长所说的完全控制，大概是指乌军放弃夺回了 K 区，转而专注于运河防守。不过乌克兰军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最近收复了恰西夫亚尔东南部失去的阵地。有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沿着恰西夫亚尔的防风林攻击俄军阵地，给对方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可以看到，乌军在有意识地加强恰城南部的防御，这可能是为了防备俄军未来突破托列茨克。最近呢，俄罗斯军队在托列茨克方向确实是取得了不小的战术进展。7月3号的时候，他们继续发起攻势。有视频证据显示，俄军已经从之前的前线推进了1公里多，占据了德鲁日巴东郊的新镇。同一天，俄军是沿着卡利诺瓦街向西推进了大约 1.8 公里，进入了皮夫尼奇内东南部。而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南部以及赫尔松都有小规模战斗变化，但是战线没有显著的变化。综合来看呢，俄乌战场形势没有显著变化，同时双方的行动呢也印证了大兵在7月4号视频的分析。接下来1周内，托列茨克将会成为俄乌战场的焦点。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第2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突然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了面。这可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尔班首次访问乌克兰。各大外媒呢都惊呼这次访问堪称罕见。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称，欧尔班当天早上抵达基辅，准备和泽连斯基讨论欧洲和平大计和乌匈双边关系。乌克兰媒体还爆出了2人会谈的照片，欧尔班和泽连斯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看起来像是在喝下午茶，就差一盘小点心了。很难想象之前对乌态度强硬的欧尔班态度转换如此之大。欧尔班在脸书上发文说，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目的是解决欧盟面临的挑战，所以我第一站就来到了基辅。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从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领导人都去过基辅了，除了欧尔班。然而这2年多的时间里，欧尔班是仅有的2位曾与普京会面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之一，另一位呢是奥地利总理内哈默。虽然欧尔班经常在欧洲对乌援助议题上下绊子，不过这次对乌克兰的访问也能表现出其态度的变化。无论之前如何，目前欧尔班所表现出来的亲昵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件好事。面对愈加复杂的形势，北约在7月初就开始了新一轮对乌的援助。7月1号，即将卸任的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24架 F-16战斗机，而且这些飞机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包括俄罗斯境内。荷兰成为首个允许乌克兰使用 F-16攻击俄本土的国家，这与比利时明确地拒绝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 F-16攻击俄本土的态度对比鲜明。显然，荷兰是并不怕得罪俄罗斯。其实，所谓的害怕得罪俄罗斯，不过只是一种借口。
俄罗斯所谓的红线呢，已经被时间证明和红毯没有什么区别。按照此前说法， F-16应该在6月份交付，丹麦也没有明确表示推迟交付，这意味着 F-16战机已经在乌克兰本土了。有许多消息来源坚信 F-16已经投入实战，但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不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乌克兰空军最近加强了法国锤子炸弹和 GDAM 滑翔制导炸弹对俄军目标的轰炸。至于这些炸弹是否是由 F-16搭载，还需要进一步可靠的信息和视觉证据来证实。另外，荷兰承诺为乌克兰组装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7月2号，荷兰对这套组装的爱国者系统进行了测试，现场还出现了 ACSV G5 防空雷达，而爱国者导弹则由美国提供。之所以荷兰对俄罗斯的怨气如此之大，主要还是历史原因。2014年，一架客机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毁，其中2/3人都是荷兰人。事后呢，国际航空联合调查小组锁定了3名俄罗斯嫌犯以及1名乌克兰亲俄武装人员，但俄罗斯始终是没有交出这些人。如今能够公开的借乌克兰之手报仇雪恨，荷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当然，少量的 F-16不可能改变战场形势，其用法呢，很可能和去年刚刚抵达乌克兰的海马斯一样，在局部地区为乌克兰创造显著优势。除了荷兰，五角大楼又准备掏腰包了。7月2号，五角大楼官员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再提供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大礼包包括了反坦克武器、防空拦截导弹以及大量弹药。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会见了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杰姆·乌梅罗夫。他表示，这次援助计划很快会正式对外公布。奥斯汀表示，乌克兰绝不会孤立无援，美国会坚定地支持你们。我们会和大约50个盟国和伙伴一起，继续提供乌克兰需要的关键军事能力，让你们能够击退俄罗斯的进攻，未来还能对俄形成有效威慑。奥斯汀还提到，这批援助将通过总统提用权实现。这项权利允许国防部迅速从库存中调拨武器并送到乌克兰。不过，五角大楼的官员对具体细节还是保密。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少将帕特莱德表示，这项援助计划将会很快公布。从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3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了。支持美国陆军的现代化，波音公司在7月1号交付了第一架升级版的支奴干。波音公司表示，这只是个开始，他们计划将陆军的465架支奴干全部升级成 Block 2配置。波音公司副总裁兼货运项目经理表示， CH-47F Block 2直升机不仅能飞得更高更远，而且更容易维护。这次升级让这位冷战老兵在未来的战斗中依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支奴干这次升级包括改进的传动系统、加固的机身和更好的燃油系统，总重量是增加了 1.8 吨，任务半径也扩大了不少。新设计还为未来的技术升级留下了空间。Block 2的长度为 15.88 米，螺旋桨直径为 18.29 米，燃料容量为1080加仑。它由双霍维尼尔 T55 发动机提供动力，每台发动机功率约为4800马力，最高时速为203公里，任务半径为 305.5 公里，最高海拔为6096米。美国陆军货运直升机副项目经理表示，作为陆军未来的重型起重平台， CH-47F Block 2提供了更高的能力，继续支持陆军在各种作战中的战略响应。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